今天我们来讲一个中国婚恋中的骗局。中国男多女少，让很多男性开始想找到一个外国老婆，实际上这样也是很不错的。然而，这个情况却在2个微信群里展开了不同的剧情，一边是东南亚骗婚反诈群，充满了揭露骗局的愤怒与无奈；另一边则是东南亚找老婆大队，充满了对婚姻美好愿景的期待与渴望。张润杰原本想的挺简单，找个外国媳妇，既能脱单，又能早点生个孩子，过上幸福生活。可谁知道，事情却变得一团乱。每天，他都在2个微信群里来回刷消息。一个是东南亚骗婚反诈群，大家在那儿吐槽自己被骗的经历，骂骗子骂媒人；另一个是东南亚找老婆大队，群里充满了对美好婚姻的憧憬，大家都在热切地讨论怎么找到心仪的外国老婆。张润杰自己就是个受害者。他之前花了不少钱娶了个越南媳妇，结果没过多久，人家和媒人一起把他骗得团团转，钱也打了水漂。受了这么大委屈，他加入了反诈群，天天在那儿看别人和他一样的悲惨经历，心里对前妻和媒人是又恨又怨。但即便这样，他心里还存着一丝希望，想着要是再找一个东南亚媳妇，或许能圆了自己的家庭梦。与此同时，社交平台上各种广告铺天盖地，什么一条龙服务，只要16万块就能给你找个老挝姑娘结婚，还说这事合法合规。广告词听得人心痒痒，只要16万，回去邻居都得羡慕你。配图里全是各种漂亮的姑娘，看着真是让人动心。可评论区却不那么美好，好多人留言说自己被这些所谓的跨国婚姻骗了钱，外国媳妇根本不靠谱，媒人更是坑得厉害。张润杰看着这些评论，一方面他是真想再找个老婆，可又怕再一次掉进坑里。后来特地在裁判文书网上一查，但里面大多数都是关于跨国婚介和媒人的骗局，有些案子甚至还涉及到拐卖和偷渡，简直让人不寒而栗。看着这些，张润杰心里越发没底。他不知道自己的愿望是不是注定要破灭，还是说自己又会成为下一个被坑的人。在这场跨国婚姻的漩涡里，他和那些和他一样的单身汉，究竟是追逐希望，还是一步步走向骗局？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事实上，涉外婚介行为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早在1994年就有法律规定，严禁成立涉外婚姻介绍机构。现在在中国跨国婚姻产业链目前已经拓展至线上，跨国婚介和媒人藏匿在多个短视频上，有的直接以中介命名，有的则通过发布在东南亚游历、婚礼等视频来吸引关注，有的在评论区里寻找客源，然后引导至聊天软件进行沟通，以帮忙介绍东南亚新娘为由赚取中介费。涉外婚介行为不仅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得不到保护，同时有可能涉嫌犯罪，相关人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某短视频 App 上，用户介绍老挝女孩，牵线发布了很多老挝女孩结婚的视频。跨国婚姻骗局的案例其实并不少。广东湛江人张润杰今年50岁，离过1次婚，膝下无子。在国内相亲的5年里，张润杰不是没有谈过恋爱，但皆因女方不愿生育而告吹。今年是张润杰离婚的第8年，看着自己日渐走样的身材和越来越多的皱纹，张润杰找对象的心愿更加迫切。他不在意女方是否离异，如果对方有一个孩子，他也愿意一同抚养，只要对方能完成自己生育的愿望就行。74年的虎征婚，接受闪婚，这是张润杰的朋友圈简介。亲朋好友知道后都主动当他的媒人，每相亲一次就要花费上千元。据张润杰说，按照广东的规矩，相亲时男方需要给女方200块见面费，还得承包来回车费和饭钱，媒人的费用也要包，相亲一次最保守算最少1000块。张润杰没什么文化，10几年来都在当保安，
每月工资到手5000多，攒下来的积蓄基本都在市区全款买下的3房1厅上。不去国外找，怎么找得到？时间拖得越久，张润杰就越着急。他认为国内相亲无望，便想去找一位东南亚籍的妻子，最好还得在适育年龄。今年年初，张润杰在云南河口偶遇了一名越南人。这名越南人正在边境关口搬运货物，张润杰看他辛苦，递过去一瓶水，对方则跟他搭讪，说自己有个亲戚能介绍越南女人，只需要支付8000元的做媒费。张润杰欣然同意。没几天，对方就带来了一位越南女孩，20多岁，离过1次婚，自己独自带着一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愿意同张润杰一起生育孩子。但据张润杰称，两人谈了没几天，越南女孩便讨要金链子和金戒指，到手后更是偷走他身上的所有财物，然后连同媒人一起消失了，至今杳无音讯。张润杰知道自己被骗了，烦闷的时候，他便在短视频平台上结识了不少同道中人，一起组建起东南亚骗婚反诈群，一面在群内共享着骗婚女子和媒人、婚戒的信息，一面结识新的媒人，期待着能有一位东南亚籍的新娘与自己坦诚相待。春节后，张润杰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了不少声称能介绍东南亚新娘的人，他们要价不一。一位中国话也说不明白的越南人曾发来很多视频，要价将近20万，并一口一个女婿的喊着，但张润杰已经不敢再把钱交给网上认识的陌生人。不只是张润杰，多年来，云南河口县、江西乐平、山东东明等多地公安均曾发布相关提示，提醒公众警惕涉外骗婚的情况。在裁判文书网上，以涉外婚姻为全文搜索的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共查出700篇文书，其中多为涉及跨国婚姻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和诈骗案件，当事人大多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认识了跨国婚介或媒人，等到交了高额介绍费、服务费之后，新娘便逃跑了。此外，还有涉及拐卖、偷渡等情况的案件。用户介绍老挝女孩，先线称16万便可介绍一位老挝女孩，邻居报警都没事。产业链拓展至线上，在张润杰刚将媒体记者拉入相关群聊后，马上便有人主动发出好友申请，声称能介绍老挝对象25万元手续证件全包。在各大社交平台以越南新娘、缅甸新娘等为关键词搜索，很容易找到提供类似服务的中间人，有的直接以中介名字命名，有的则通过发布在东南亚游历、婚礼等视频来吸引关注，以帮忙介绍东南亚新娘为由赚取中介费。一位粉丝 3.3 万的博主在简介里写道：湖南人，36岁，今年上半年在越南找了个19岁168的老婆，分享最真实的越南老婆经验和夫妻日常生活。结尾还附上手机号。视频里除了介绍越南的生活外，还有一些关于娶越南老婆的经验。在微信中还说，总共20来万就可以帮忙介绍个越南女孩，一般都是收2-3万生活费，相亲到满意为止再交付尾款。我们缅甸的姑娘多不多？我们缅甸是不是女儿国？你看今天缅甸的姑娘来中国上班了，有的来上班就找老公了。在一段视频中，一些女孩盘腿坐在地上，解说则如实说道。记者添加其微信后，对方宣称自己先办事再交钱，而且一定会帮忙找到一个能生育的外国新娘，双方甚至可以先怀孕再领证交钱。另一位用户则在视频里对不同国家的新娘明码标价，比如老挝媳妇 13.6 万元，前期定金 4.6 万元，而尼泊尔新娘则要20万元，前期定金5000元。例如20万元娶尼泊尔新娘，往返机票、结婚证、婚礼一条龙服务，前期交5000元定金，保证婚内不虐待新娘。因为女方原因离开，免费再找新娘。新娘吃苦耐劳，会洗衣做饭，男方有农村住房就愿意嫁。
一个被提炼为娶妻7部曲的流程显示，服务包括确认有男士找尼泊尔新娘，发照片让男方相看，看中女方后安排时间视频相亲，双方简单了解下，确认可以安排男士去尼泊尔的时间，男方下飞机后办事处人员全程跟踪安排，听从尼泊尔工作人员安排，领完结婚证和举办完婚礼后安排回国事宜，所有程序走完，办理完所有事情回国，服务结束，定期跟踪回访。偷渡、拐卖与逃跑是怎么回事？随着外籍新娘数量增加，有关逃跑外国新娘或骗婚诈骗新闻越来越多。例如2014年就曾爆出邯郸越南新娘集体失踪的诈骗案。跨国婚介市场兴起后，一些中国新郎遭遇诈骗，而另一些外国新娘也遭遇拐卖或涉嫌偷渡。专门从事反诈研究多年的人员发现，涉外婚介行为中蕴含的种种风险。涉外婚介行为不仅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得不到保护，同时有可能涉嫌犯罪，相关人员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2013年5月，4个人合伙将柬埔寨女子拐卖到中国，强迫她们嫁人，借此赚取钱财，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据被告人供述，每嫁一个女孩收9万元左右，其中1万元介绍费由介绍人获得，余下8万元再扣除办理护照费、交通费、食宿费、签证费等后，由剩下的同伙平分。每拐卖一名柬埔寨女子能获得5至5.2万元的利润，4人平分，大概拐卖一个柬埔寨女子，每人可得1万2至1万3。同年，该案中被拐卖来的柬埔寨女子通过他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获救，也有新娘收了礼金之后自行潜逃。河南周口人陈子婷和张润杰同在东南亚骗婚反诈群微信群，他称此前他通过跨国婚介花费17万找到一位柬埔寨籍新娘，2个人结婚后不久对方便逃走，而他将此内容发至抖音后才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他不仅曾在另一地区和别人结过婚，还诞下一子，随后逃走。直到今天，陈子婷仍不知道自己这位妻子究竟是自愿诈骗还是被迫嫁人，成为了他人敛财的工具。外国新娘们频频逃跑，有人借此发现了商机。一名以帮他人找回外籍新娘为由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涉案金额达8万余元。事情的起因是王某在抖音上偶然刷到一条视频，一名男子在寻找失踪的外籍新娘。王某想了一个赚钱的方式，利用自己妻子的外籍身份，以帮忙寻找外籍新娘为由，索要好处费。一开始，这名男子始终未回王某的私信，半个多月后，王某终于想方设法地加上了对方的微信，告知他可以帮忙找回他的妻子。拿了1万元的好处费之后，王某一会儿说对方老婆在一个老板家里，需要交1万5的生活费，一会儿又说对方老婆被拘留了，需要费用打通关系，一会儿又说事已办成，需要请领导吃饭表示感谢。前前后后，这名男子又赚了4万1给王某。有了经验，王某又去欺骗其他寻找外籍新娘的人。经查，王某以帮人找外籍新娘为由，骗取4名受害人8万余元，其诈骗来的钱全部被他用来网络赌博、打麻将、打赏主播等。屡禁不止的背后又是怎么样？在跨国婚姻骗局层出不穷的背后，是农村男青年娶妻难的问题。从市场需求角度而言，娶妻难现象存在较长时间。跨国婚姻骗局多，从反面说明边缘群体的单身危机严重，应提升对相关群体的社会支持力度。作为跨国婚姻被骗典型案例，还集中于这2年热议的电信诈骗。很多国外犯罪分子伪装自身身份，通过与国内目标谈恋爱、结婚等方式，虚构事实，拟造蓝图，花言巧语。网恋过程中，境外方不断跟国内方要钱，或者已给国内方邮寄的现金包裹被海关冻结，需要缴纳保证金等，不断骗取国内方信任，
从而导致国内方钱款汇入境外账户。在发现被骗后，即使及时报案，也存在因跨境而难以侦破问题，或犯罪分子难以被绳之以法。而跨境犯罪案件的监管难度也较大，因较为分散，再加上涉及境外，无论是技术手段还是监管措施，均无法做到全面避免。2019年，山东菏泽东明县打掉了一批涉外婚介机构。近几年来，东明县外籍新娘逐渐增多，尤其是乡村涉外婚姻人数与日俱增，大大小小的跨国婚介机构也遍地开花。中巴、中越等跨国婚介机构公然印刷、悬挂和发放各类广告、宣传页和横幅，快手 App、火山小视频、微信视频等社交软件也都有传播跨国婚姻图片和视频。就平台上出现跨国婚介和媒人一事，致电各平台官方客服，一短视频平台提示称，您的举报人工将在24小时内审核，若存在违规情况，我们都是会处理的。而另一短视频社交平台则称会对反馈的内容进行核实。互联网平台也应该尽到审慎监管义务，建立相应机制，保护使用者权益。比如，在受害人投诉举报情况下，对相关方进行核查。如果没有相应机制，导致危害扩大，就应该承担责任。对于一些跨国媒介、媒人通过短视频平台对此进行宣传揽客，也是违法。在中国法律上明确要求，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不得播放或刊登涉外征婚广告。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张贴或散发此类征婚广告。在中国男多女少的现实背景下，找老婆的确成了很多男性面临的难题。对此，我的建议是，首先要拓宽自己的交友圈子，不要局限于身边的熟人圈，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兴趣小组，或者加入一些志愿者团队，这样能够接触到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增加找到合适伴侣的机会。其次，利用现在的相亲平台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但要选择那些有信誉、用户评价好的平台，避免掉入陷阱。此外，个人发展同样重要，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培养兴趣爱好，注重内在修养，这些都会让你在择偶市场上更有竞争力。跨文化婚姻虽然有风险，但如果你做好调查，选择靠谱的途径。不过，要提前了解可能面临的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做好心理准备。同时，与家人多沟通也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家长在婚恋中常常有丰富的资源和人脉，可以帮忙介绍一些合适的对象。要保持开放的心态，适当放宽对另一半的要求，把重心放在性格、价值观的匹配上，而不是纠结于一些外在条件。最后，要保持耐心，不要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而焦虑。幸福的婚姻需要时间去寻找和经营，相信在合适的时间，你会遇到那个对的人。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故事哦。再会。